破九霄是记在书卷上吗？这就是破九霄，父亲。对呀，我们玄元就来自破九霄。当年，玄元派的创世师祖得到了几张破九霄的残卷心法，嘿，几个月之内连挑各路英豪，名动天下。后来就创立了现在的玄元派。再后来呢，几代人传下来，残卷不见了，破九霄也就失传了。那为何是我学会了呢？周叔，你快走！只要我还留在这儿，他们就不会拿你怎么样的。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走。跟我来。走。不好，出事了！快去禀报掌门。好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条密道可以一直通到外面。就这么走了，小七他们怎么办？你放心，小七在山脚等你呢。快走，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的。孩子，你别费劲了，一定有办法的，周叔。孩子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生来你就不是凡夫俗胎。周叔，您别说了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这五重封印若不开启的话，你原本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。可是你偏偏练会了破九霄啊！而这个破九霄的功法心力，顺应了你的经脉，这五重封印就被开启了，然后也就注定了你今后的命运。周叔，周叔，对不起你，周叔。孩子，周叔，周叔，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了。更多的答案你得自己去找。你不会有事的，周叔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没事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周叔。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平时我打你、骂你，但是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骄傲。
啊，好了，张大人，啊，我要进殿，快带我去见大王。大王，玉林台穹顶已裂，只怕昆京城就要被大水给淹了。还请大王保重龙体，我太原不能没有大王啊！报应，报应啊！国公好剑法。世子，你要不要也来数落一下筋骨啊？国公别，此等流汗受累的事儿，还是你来，我就罢了。昆京千里加急。国公，这昆京借来信函是催我回京继承世子之位啊。稍安勿躁，世子。如果要回京的话，我自会知会世子的。可是这……世子，请。国公，您还未说这信函上……把世子安全送到房中歇息。世子，请。这天光这么好，歇什么呀？义父，可是昆京出了什么大事？王上撑不了几日了，恐怕王上一轰毕，整个昆京城就要……那我这就下去安排人马，我们即刻回昆京。飞燕那边可有消息？我们再等。可义父，昆京再无人坐镇，只怕这太原难逃水患厄运。我知道，如果没有御水术，昆京不保，昆京不在，整个太原就覆灭了。难道我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扶持一个草包世子登上王位？就因为他是轩辕王族的血脉？难道只有他才能做太原的王，拯救太原的黎民百姓？他人的性命，太原的命运，与我何干？可义父还是国公啊！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国公，我早就做腻了。以我今日之权势，就算武周天权皇帝，我也未放在眼中，怎可向一个小小的太原王俯首称臣？哼！义父，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那都是弱者的借口。记着，天若亡我，我必逆天。谁说只有轩辕血脉才能做太原的王啊？和我在这儿等着吧，等一个机会，哪怕用整个太原陪葬。我来
问你，五州的时局如何？时局动荡，各国之间剑拔弩张。太渊的情势呢？情势纷杂，宫变一触即发。那我们玄元的境况又是如何呀？大不如前。我们轩辕失传破九霄已久，如今只剩下一副空架子了。这破九霄没有现世则罢，可如今那个扶摇在田斗赛上惊鸿一剑，只怕是早已被各方觊觎。谁抢先得到了破九霄，谁就占了这乱世的先机。臣儿自当发奋，定不辜负玄元，不辜负父亲。说得好。我轩辕能否恢复昔日荣光，全看这破九霄了。父亲，这都是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渣子，而我要的是活着的破九霄。扶摇他信你，只有你能让他服下这药剂。可这是猎魂散。对，吞服1个时辰之内，你想要知道的任何事情，他都会如实的告知，事无巨细。可1个时辰之后，神魂俱逝，终将成为一团腐肉。你从小认识的奴仆就由你来了解吧，这是我对你的惩罚，也是你向我玄元历代宗主证明，你足堪扛起振兴玄元的大任。周叔，周叔！我再给你倒上。我来。你生来就不是凡夫俗胎，身上就有5重封印。这事儿由不得你，不是你这几年的3脚猫的功夫能过得了关的。周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使命，一路走好。你是在想如何向君父皇帝交差吗？你整日都在提醒我是无极太子，无极太子。我的任务是平定太渊动乱，好回天权向父皇交差。我的耳朵都要听出茧子来了。那我就更得多提醒一句了，你有没有想过，
为何祁镇迟迟不愿意启程回昆京？祁镇定然不会此刻离开昆京，他早已编排人手，寻访幻圣殿。他想请飞燕殿主。他苦心蛰伏10年，不惜杀害亲如兄长的文艺世子，为的不就是太原的王位吗？如今受制于轩辕血脉的玉水术，白白捧我做了这个王，你说，他甘心吗？他请飞燕殿主是为了获得玉水术。飞燕殿主向来行踪诡秘，虽然林州有他的宫殿，但世人多半不知，那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幻影罢了。正因如此，林州能有幻圣殿，为何这玄元山不行呢？如果飞燕殿主真答应他的要求，你这条性命可就堪忧了。你知道就好。我为了你们轩辕家，已经是鞠躬尽瘁了。我与轩辕族早就没了关系。我所求的，你清楚。好，算我说错话了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老爱斤斤计较？若不是如此，我能活到今日吗？你放心，我们2个的命肯定比那老家伙长。扶摇，扶摇！你要是真的跑了，也好，也好。买通守卫把我押到这里，裴师姐还真是费心思。掌门留着你是为了破九霄，你以为是顾惜你这条命吗？我让你现在去死，是给你个干脆。你应该谢谢我。我就算是要死，也不会是今天。那可由不得你。裴师姐，你这样是杀不死我的。我知道你有本事了，可你别忘了，我今日冒着被掌门责罚、被大师兄嗔怪的风险将你绑了来，可不会轻易的容你活着回去。阿烈，是。小七，扶摇姐，小七，你，扶摇姐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小七，要么他死，要么你死，扶摇自己选。扶摇姐，别听他的，别中他们的计。我们之间的恩怨，为何要牵扯到其他人？别说一个人，就是搭上整个玄幽部剑奴们的性命，又能怎样？你快走！不甘心啊？看看是你快还是我的剑快？扶摇姐，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连累你的。走啊！我不能走。之前周叔已经为我搭上了性命，我就更不能让你出事。所以你更要好好的活着，才不枉费他的一片苦心啊！小七，求死！小七，成全你。等一下。
这条命归你，瑶山要管，悉听尊便。义父，飞燕殿主终于有消息了。快去准备。是。真是天助我也！扶摇，你别怪我心狠。 要怪，就怪你自己，不该来这玄元山。大师兄已经答应和你定亲了，你为何还要赶尽杀绝？你以为我愿意脏了自己的手吗？都怪你！你为什么不在甜豆赛的时候好好的去死，非要在众人面前抢尽风头？你要是不死，大师兄就会念你一辈子。你觉得就算我死了？ 大师兄心里就会有你了吗？念一个死人，总比念一个活人强。你到底跳不跳？不要，不要答应他呀，扶摇姐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去死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。 放了小七，还有玄幽部的所有人。你一个人死，其他人都能活。记住你的话，你若是食言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不要姐，不要！小七。 好好活着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这么高的悬崖摔下去，扶摇这次必死无疑了。哼，这剑奴奸诈的很，他能这么干脆的跳下去，肯定是以为自己对着玄元山的地形了如指掌，还能有逃生的机会。真可惜呀，我早就设计好了，我就不信这次他能捡回这条命。 我倒是要看看，我就是食了言，一个死人，敢怎样找我报仇？把他给我扔下去！是。
义父，此处地形我已经勘察过，日、月、山、水，乃至一草一木，都与林州传来圣殿显灵的种种要求相符。轩辕山本来就是五州玄气之地，轩辕王族最后的血脉就出在此处。我想飞燕殿主的圣殿也会在此处显灵。看来我是赌对了。云痕，事情都办妥了吗？办妥了，此处已经布下了关卡，各个入口我已经派重兵驻守，就算是玄辕山的臣，也不会来打扰。时辰该到了吧？太渊王轩辕刃行将就木，太渊王城昆京深陷水患之灾。我若能拥有遇水之术，太渊之忧和昆京百姓之苦都将迎刃而解。唯有轩辕血脉，才可执掌遇水术，这是五州初定时便有的规矩。你要遇水术，是为了王位，还是为了百姓？王位，我要做太渊的王。一切所求，都要付出同等代价。流光轮转，万物更替，店主能够拥有如今之容貌，依靠的可能也是王室的阳寿吧。店主不必紧张，你所需要的，我都有，只要你助我达成心愿。好，我自会助你达成心愿。逢月之日，以摄昆灵为信，以轩辕血为引，献祭天地，你便可掌握遇水术，不输任何轩辕血脉。飞燕殿主果然名不虚传。有所得，必有所失。记住你的承诺。都道玄辕山庄乃世外桃源，修身养性之地。没想到手段如此阴狠凶残，连个丫头也不放过。世人若像世子这般多情，天下早就太平了。医圣谬赞，请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寻不着人，抓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裴师姐，禀掌门，山下官道、树林、水泽已全部搜过，没有扶摇的踪迹。禀掌门，玄辕山底、峡谷、绝壁搜寻完毕，并没有找到扶摇。禀掌门，山中玄正部、玄幽部已全部搜寻完毕，没有发现扶摇的踪迹。继续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
师父，渊儿知错了。你就这么耐不住吗？那个奴仆早晚是死路一条。你知道你这么做会坏了我的大事吗？师父别生气了。我早在悬崖之下布下了机关，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难逃一死。我要的是他活着。他活着是能给师父要的破九霄，可是破九霄再好，若是所袭之人没有好的机缘，没有人赏识，那也是空有一身本领，无处施展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师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师兄，破九霄也好，甜豆赛也好，都是在给师兄铺就锦绣前程，不是吗？而我如今马上就要跟师兄成亲了，师父要给师兄的一切，徒儿都能给。我自然知道你是为了精神着想，也感激国公的赏识。可是人要有所成就，裙带也好，机缘也罢，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本事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永远屹立不倒的，更没有什么人可以始终依靠自己的运气活着。当这两样都靠不上的时候，最后还是得靠自己。破九霄就是京城将来依仗自己的筹码，你懂吗？师父何必担心这些呢？就算是风水轮流转，以我姑父和裴家在太渊的根基和权势，师父担心的这些事情也必不会发生。行了，我不会再计较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逼扶摇跳崖的事情，绝不能让京城知道，以免节外生枝。这个我自然知道。你回吧。扶摇之事，是死是活，你再也不要插手。可是师父，你给我听着！即便是今天你已经嫁给了京城，即便是京城已经当上掌门，轩辕派的事情终究是轩辕派的，与你和你的姑父无关。是。小姐，不过是条贱命，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你说，杀了扶摇，我做错了吗？小姐做的说的都是对的。你懂什么对错？永远只是鹦鹉学舌，没有半点用处。哼！愣着干什么？打你委屈了？天突、子宫、少海、曲泽。转过身，背对窗。全身真气走向昆仑，赵海。小七呢？他已无碍，但需要好好调息。我已命人将他送至安全的地方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必谢我，救你并非我本意，我不过是受人之托，
众人之事罢了。你是说，除了那个爱管闲事的人，还会有谁？他为什么要救我？是啊，他都自身难保了，为什么还要管别人的闲事？自身难保。义父，用最快的飞鹰，将此书信送往天煞。天煞？对，务必要亲手交到天煞王战南城的手中。我要借他的摄昆铃。摄昆铃，这可是天煞至宝。我知道，我会用他最在意的东西跟他交换，不怕他不肯借。是。红月之日，以摄昆铃为信，以轩辕血为引。你可知店主所言何意啊？啊？用轩辕族人的鲜血，在红月之日献祭天地，用摄昆铃将他的神识引入到我的体内，我便可掌握到遇水之术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会受制于血脉传承的狗屁规矩。我会做太渊的王，没有人可以再阻拦得了我，知道吗？把轩辕明关起来，从今日起，到红月之日，一时一刻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。是。万万不可出任何的差错。几日不见，功夫见长。引为江风，参见无极太子。客人发现你？没有。外面什么情况？如殿下所料，齐镇见到了飞燕店主，据说，只要用轩辕族人的鲜血献祭，以天煞国的摄昆铃转移身识，便可将轩辕族的御水术转至齐镇。而且我刚才来的路上，也发现齐镇的人马正往此处赶来，恐怕会对殿下不利。早料到他会动手，只是没想到这么沉不住气。好，咱们一切照旧。是。你是天权的无极太子，是将来统领五州的储君。你的任务是兵不血刃，平定藩国动乱。父亲，难道他们要对世子动手吗？世子殿下，世子殿下，开门。走。袁大人，刚刚有一辆马车冲破关卡。是世子，追！这件事情只当是没有看见，也没有发生。齐镇心里怎么打算，我无心参透。你我只需明白一点：我们这盘赌局压在齐镇身上，只能指望他赢。不费一兵一卒，照样能平定藩国动乱。齐镇，好戏还在后头。